把玩的是快乐，分享的是心情。大家好，欢迎收看涛哥测评。今天给你们介绍的是这款出自于 PS4 蜘蛛侠游戏中的 Hot Toys 蜘蛛侠反章鱼战衣。作为游戏中和章鱼博士最终决战时所穿的战衣，这套反章鱼战衣呢一登场就让我眼前一亮。看惯了蜘蛛侠经典的红蓝配色，猛地一看到这个黄黑的色调还真的是挺带感的。所以对于 Hot Toys 的这款产品，我自然也是非常的期待。而且有一说一啊，这款蜘蛛侠的出货速度还挺快的。本品于2020年9月底发布，原本预计是在2022年的1至2季度出货，但没想到2021年的5月底第一批快货就出了。这个出货速度啊，以玩家对 HT 一贯的产能预期来说，属实是有点小意外的。另外，这款反章鱼战衣呢，也分为普通版和豪华版两个版本，二者除了包装盒有所不同之外，在配件上也会有些区别。那豪华版到底多哪些配件？这里先卖个关子，耐心看完视频你就懂了。OK， 话不多说，我们赶紧打开包装，取出所有内容物，然后来看一下这款蜘蛛侠本体的表现到底如何吧。首先，我们和同系列的高级战衣版蜘蛛侠进行一个对比，左边打1，右边打2，你觉得哪款蜘蛛侠更好看呢？弹幕或留言发表下自己的观点吧。其实撇开配色方案的区别之后呢，你可以发现高级战衣和反章鱼战衣还是有着不少类似的设计，比如胸口以及背后二者都有着硕大的蜘蛛 logo， 还有脚后跟部分的结构啊都还挺像的。不过本身呢就是出自同一个游戏，再加上根据游戏设定，反章鱼战衣原本就是直接套在高级战衣外面的，所以部分设计类似也很正常啊。不过在玩具上呢，似乎并没有因为游戏原设定的关系而显得反章鱼比高级战衣要更厚实一点，二者在体型上呢其实还算是比较接近的啊。但是我手上这款反章鱼战衣螃蟹手的问题呢还是比较严重的，特别是右胳膊这里啊，几乎无法做到贴近身体自然下垂，不知道是个例中奖还是通病。反正这个螃蟹手的情况呢，比之前高级战衣的要严重得多啊，比较影响美观。然后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反章鱼战衣本身的细节表现吧。首先，黑黄的配色与章鱼博士的机械爪一致，而且战衣表面这一节一节的细节刻画，相信在设计上呢，也是对应了章鱼机械爪表面的纹理。另外，在黑色部分呢，这次可以看到是有高光和哑光两种不同发色效果的。可以看到高光的部分呢，都是处于战衣偏外侧的地方，所以我猜测在设计的时候呢，高光的地方应该是比较硬的装甲，可以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而哑光的部分呢，则是比较软的材质啊，方便穿上战衣之后呢进行活动。不过以上呢仅是我个人的猜测啊，不一定对。顺带一提啊，这款反章鱼战衣胸部和腹肌呢都是软的，摸上去的手感真心不错。有条件的可以自己买回来感受一下。虽然材质挺好的，但是有一说一啊 ，Hot Toys 这次无论是在头部还是战衣部分，高光黑色的地方要是能再做得更亮一点就更好了。现在的效果，我个人认为与游戏中原本的质感还是有一定差距的。那虽然黑色部分的表现一般，但是黄色部分还是颇具亮点的。首先，这款反章鱼战衣不仅是在眼睛和身上的蜘蛛 logo 用到了黄色，同时在全身的战衣细节中也点缀上了黄色。这种设计极大的丰富了整体的视觉效果，看上去就不会那么单调死板了。而且这次黄色部分呢，还特别使用到了荧光涂料，在暗光环境下用紫光灯照射的话是会有反应的。虽然说荧光的效果也算不上非常好吧，但作为一个小玩点，平时没事照一照，我觉得也可以啊。不过紫光灯嘛，就需要你拎够就是了。最后多说一句啊，虽然平时不太容易看得到，但是脚底的纹路细节，包括分色涂装，还是有很好的还原的。话说这个时候弹幕里肯定又有帅哥在说脚灯了吧？哈，看什么看？说的就是你。可动性的话，其实没有必要花特别多的篇幅去讲，你只要知道这款反章鱼战衣的可动表现在全包胶可动人偶里是排第一梯队的就可以了。那因为皮衣的延展性呢很好，所以即便是包胶结构啊，对于整体可动的影响也并不大。再加上部分关节还有齿轮机构来增强把持力度，所以拿手上掰的话呢，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啊。
当然了，像砸地这种大幅度的姿势也可以顺利的摆出来，不过玩多了战衣表面呢会有折痕啊，这也是老生常谈的通病了，大家掰的时候呢多注意一点就行了。反章鱼战衣的配件附属物呢不算少，但是很多配件呢都和以前同系列蜘蛛侠是差不多的，所以这里呢我们就快速的过一遍啊。首先，本品一共给了6对造型手，开掌握拳发射蛛丝和握持蛛丝的手型都有，足以满足日常的把玩需求。手掌中间的银色蛛丝发射按钮呢也有很好的刻画出来，另外还给了2个有孔洞的手腕蛛丝发射器的替换零件。替换上去之后呢，就可以安装对应的蛛丝零件了。而蛛丝呢，也是和同系列的蜘蛛侠差不多的，一共是附属了6根蛛丝，透明材质加银色的细节喷涂，质感的表现没毛病啊。除了可以安插在蛛丝发射器里之外呢，这2根特殊造型的蛛丝啊，还可以通过对应的造型手去进行握持。然后在眼睛方面呢，也是额外给了2种造型的替换零件，零件本身通过磁铁吸附的方式连接，替换起来很方便。换上去之后呢，就可以再现出蜘蛛侠的不同眼神了。那本次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地台这个部分，乍看之下好像和一般的制式地台没有太大区别啊，但实际上豪华版的地台衬纸呢是可以拿掉的，然后底下呢不仅是印刷图案会有不同，另外呢还会有3个孔洞出现，这些洞呢对应的就是这3个章鱼博士的机械爪配件。那这些爪子呢都是一体成型的大胶，所以并不具备任何可动性。同时上面的细节刻画包括涂装什么的也都比较一般，没有特别值得一说的地方。通过地台上对应的孔洞就可以将3个机械爪分别安装到位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机械爪的根部呢是有那种冲破底座一样的细节刻画的。那虽然说这个细节的表现也就是一般般吧。那同时机械爪部分的黄色呢也是还原设定的渐变涂装，并且用紫光灯照射的话呢还会有这个荧光的效果。不过有一说一啊，在游戏中章鱼博士的机械爪是可以发光的，但是看回本品的机械爪，虽然内部有充足的空间去做电源开关以及发光位点，然而这几个爪子呢却不能亮啊。其实我都不要求你能完美还原出游戏中触手部分类似于电流流动的光效，哪怕就是爪心部分的圆形细节能亮个灯也好啊，但是 Hot Toys 并未这么做难免让人觉得有点敷衍。那顺带一提，普通版和豪华版的区别呢，其实也就是豪华版多了一种地台图案以及3个机械爪，但实际上豪华版的地台呢，因为机械爪本身表现一般的缘故，所以我并没有觉得相比普通版有很大的提升。那如果你对这几个机械爪不太感冒的话呢，买普通版就可以了。总的来说，这款反章鱼战衣版蜘蛛侠最大的亮点呢，应该就是战衣本身的外观造型了。也就是说，我个人认为啊，如果不是很喜欢这款战衣的设计，那其实这款产品呢也就没有太多入手的必要。毕竟说实话，本体是有些小毛病的，而且整体的玩点呢也确实和之前的同系列蜘蛛侠没啥太大区别。其实 Hot Toys 啊，完全可以给一个破损造型的头盔头雕来再现出游戏中战损的状态。然而连这个配件也没有啊，实属可惜。所以这款产品呢，就只适合很喜欢这套战衣或者是蜘蛛侠的真爱粉制霸党入手了。而至于豪华版和普通版该怎么选呢？前面已经说得很明白了，那这个部分呢，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预算需求去决定就好了。OK， 那么本期节目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喜欢我的视频一定要记得点赞3连支持一下，同时也别忘了关注或订阅我们的视频频道。那么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除了扫描二维码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最下方一栏公众号里呢，输入涛哥测评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公众号了。另外别忘了置顶我的公众号，这样子呢，我每天推送的最新玩具资讯你就不会错过了。玩具资讯哪里找？尽在涛哥公众号，赶快关注起来吧。